好，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提前1分钟开始，让我去发推啊，推特这儿呢，推，然后 Discord，好，大家晚上好啊！有人来占座了啊，3点多就来占座了。老范晚上好，麻烦问一下，你现在用 Pocket 3是 Mini HDMI 接口接采集卡？我现在用我的佳能微单做这个摄像头，每半小时就待机。平时拍照又不能刷摩登固件，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啊，这个 Pocket 3是这样，它后边是 Type C 的接口，就是我们直接把 Type C 接口，然后接到这个电脑的 Type C 接口就完事儿了，它就可以来进行直播了。1080P 直播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像我们也播了这么多这种2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的直播，也都播下来了，它也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对吧？所以不需要跟它费劲。来了啊，欢迎！怎么还早了呢？不早。这个早，晚上好，晚上好。又跑步回来，哎呀，这个身体真健康。提前了啊，提前个1分钟，买了和老范一样的键盘啊，果然手感很好。但是这个键盘有时候会有些问题，我觉得我这个键盘有时候会出现联机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我还需要再去研究一下，它特别是有时候刚充完电以后，会出现这种联机的情况。然后，OK，然后把它摆一摆。好了，看看还有什么。讲一讲美国排除中国软硬件，真的能让中国排除世界供应链之外吗？还是美国闭关锁国了啊？这个正好是明天要讲的话题啊，明天要录的话题，明天要讲的话题已经录完了。这个明天早上来录这个话题吧。其实先可以给你讲一个结论，我觉得怎么说呢？如果真的想切断的话，中国可以切断，美国没戏。因为美国呢还是个法治国家，对吧？对于法治国家来说，华人永远是无解的。咱们不说中国人啊，咱们说华人。换了啊，眼镜换过了，这个无线键盘好像都会偶尔出现联机的问题，这个反而比较烦。但你像我原来使用那种电容的那种就没有这个问题。有线，哎，这个我使用这种键盘，我最讨厌有线了。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老范读评。第一条，中国创投凋零。有人说了，何处创投不凋零啊？美国就算是最火的 AI 赛道，不也是西风号角，秋后算账，经济大势如此二。创投搞了很多概念玩法啊，但本质上是金融扩张形成的虚拟经济，最后的风险可控。其实现实是虚拟经济从宏观到微观都在原地爆炸。三，穷则变，变则通，财富永远都在争分夺秒的找出口，哪有时间去哀悼昨日黄花啊？这个朋友呢，我觉得这样，就是中国呢，基本上属于是日子不过的那种玩法。美国呢，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多新的项目在拿到钱啊，而且有很多的基金在那边在积极的活动，
对吧？在美国至少不会说，哎，因为你有钱，所以你可耻这种事情是不会出现的，对吧？至于说虚拟经济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你压根儿就没搞明白创投到底在干什么啊。创投其实还是做了一个非常朴素的事情，就是，让钱尽可能去到他需要的地方，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赚到钱啊，这个其实就是创投做的事情，跟任何的生意、跟任何的商业其实没什么区别，对吧？这个事儿跟虚拟和现实没什么关系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想到虚拟与现实的问题。至于说虚拟经济是不是都会爆炸？怎么说呢？您是不是一位工业斯巴达呀？对吧？这个好莱坞拍电影算虚拟经济吧？他们爆炸了吗？互联网算虚拟经济吗？他们爆炸了吗？还有这个是不是我们不炼出钢铁来，不种出粮食来，都是虚拟经济都原地爆炸，对吧？那您这就好好的工业斯巴达就可以了啊。这个至于说这个昨日黄花，这个是不是应该去哀悼一下呢？怎么说呢？这个以史为鉴吧，对吧？你说我把过去都忘了，然后重新开始，那你就依然会踩入昨天的那个坑里，没有什么别的。好，继续啊，这个疯狂小杨哥的香港美城月饼，哎呀，我真没想到这条视频下头会有这么多留言这个，因为我觉得是一个蛮正常的一个商业现象，对吧？结果呢，我发现还是有很多人很努力的在留言。第一条说，越来越觉得这事儿是对人不对事儿啊，这个呢，其实跟我想的差不太多。但是呢，针对的呢也不是疯狂小杨哥这一个人，而是针对的大网红。就是当一个人的流量达到了这种上亿关注的时候，他就自然而然的坐在那个靶子上，那么所有人就都会针对他这个是没有任何办法的。那你说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叫对人不对事儿呢？因为干同样的事情的人非常多大家都在干然后其他人可能就一笑置之就过去了，但是疯狂小杨哥你就不行，对吧？而且疯狂小杨哥这个人的人设呢，还是这种搞笑出身，对吧？一直是这个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然后开开玩笑，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上直播讲荤段子，讲各种的这个合适的不合适的事儿，他也讲的很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他的内容就更加没有办法放到显微镜下去看那么他其实是更容易被攻击的一个人这个确实是对人不对事儿你说我们有可能通过这一次香港美城月饼事件，我们就把所有这样的事情都杜绝了吗？不可能的，对吧？我记得曾经有一次去天安门城楼上面去参观然后呢，这个正好碰到有一个游客是个天津人他呢就看到这个天安门城楼外面有一块平台他说我想站到外边去人家说你不能站在外边去外边不安全我们这儿规定了游客都得站在里头。然后呢，正好外边站了一个应该是武警战士吧，但是也穿的便服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让大家穿着军服站在外面，觉得好像有点过于严肃了所以应该是一个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应该是现役军人，也很年轻长得也很板正的一个小伙子站在那外边了。然后他就喊：“那他怎么站在外边去了，对吧？”是一个天津小伙。然后呢，很多人就看着他就觉得你是不是脑子不是特别清醒为什么呢？这个你没有看出来他为什么站在外头，你为什么不行嘛？对吧？然后你不能站那喊说为什么他站在外边去了，对吧？这个天津人的口音他就是这样的。然后他觉得非常的不甘非常的不服气为什么他能干我就不能干这个中国这样的事儿太多了因为很多事情我们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就是他可以你不行，对吧？警察可以骑摩托车，普通人不行然后这个宪法里写的各种话，普通人不能说这个你说了就不行他可以你不行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再往后还是疯狂小杨哥香港美城月饼说真实的信息在香港贴牌的月饼，虚假的消息是香港著名品牌月饼这个事儿呢，
你如果去细抠的话，肯定是有问题的啊，就是这个第一，香港牌的或者叫香港美城牌的月饼，这个事儿呢是没有任何问题，合法合规，对吧？那你说这是一个著名的香港品牌这件事儿呢，算是过度宣传啊，但是过度宣传这一件事儿呢，其实并没有一个标准，因为中国很多的法律都是这样，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线啊，说到哪句话，说到哪个字儿就不行了。其实各个国家法律都是这样的，你不太可能说我把一个事情定得非常确定，因为你确定了以后呢，就很容易被绕过去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像他这个事情呢，有过度宣传的部分啊。再往后啊，说我觉得很多人也是有点对小杨哥过于信任，没准赶紧买了送礼给领导或者未来老丈人丈母娘，然后新闻出来了，岂不是退不掉送不出了啊？如果已经送出去了，那真是百味杂陈，悔不当初。美城是系统的故意无中生有，擦边球舞蹈，在香港注册的只是利用了一个共享办公室，根本没有厂没有店啊。这和收购沃尔玛不同，也和收购中华牙膏不同。如果大国资本收购了香港美心，然后在大国开卖香港美心月饼，那公众不会有太大意见。美国的华人开设的日式料理店，如果忽悠在日本卖的如何，那么就会有问题。至于美国的中餐厅有老莫炒菜，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全聚德有位金发碧眼的厨师，那没准还有一群洋人崇拜中国菜的老套佳话。如果买了香港美心的月饼，谁会在乎揉面的是哪里的人士啊？这个呢，我觉得啊，你是分不清这件事儿的啊。怎么说呢？第一个啊，大家其实对于疯狂小杨哥这样的人来说，不会有那么多的信任。对于他的唯一信任就是他确实把价格打下来了啊。当然，这其实也是一句谎话。他把价格打下来，他挣啥钱，对吧？他一定是有利润的。所有主播上来说我把利润打下来了，都是句假话。但是所有在直播间里买东西的人呢，都会愿意欺骗自己啊！我不认为他们真的被骗了，没有那么傻，他们只是把自己骗了，说哎呀，这个你看主播真的把价格打下来，我要去买一下，对吧？他们真的相信说主播是赔了钱给他卖东西吗？啊，他们也没那么傻，对吧？至于说香港这个疯狂小杨哥卖的月饼，他就相信这东西质量很好，这个就不符合疯狂小杨哥的人设啊。这个应该是像什么罗永浩啊，像什么这个董宇辉啊这样的人设是说，哎，你去宣传这样的一个月饼，它可能质量确实好一点啊，我认真替你选过了啊。当然，董宇辉卖的澳门月饼，其实在澳门也是没有店的啊，大家干的都是一样的事情。至于啊，这个罗永浩卖的其他的商品是不是依然如此，这个我们没办法一个一个去确认这个事儿啊。然后其他的呢？你说这个我到底在那儿注册了品牌不行啊？那我在那儿买了一个店行不行啊？我比如再给你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这个，赵薇啊，赵薇就是演这个《还珠格格》的赵薇，她呢在法国的波尔多买了一个酒庄啊，然后呢，她确实买了一个酒庄了啊，然后呢，这个酒庄里产的葡萄酒是不允许打波尔多的这个产地标的。对吧？因为波尔多的葡萄酒协会说你被中国人买走了啊，这个酒庄买走了以后，我就不允许你打这个标去。那么赵薇在国内就不能公开的销售她在波尔多酒庄里边产的这个酒啊，那么她只能是在她的一些比较小范围的这种，比如这些酒庄啊、品酒会啊或者朋友之间啊来去交流走这个酒啊，包括我们去腾讯在北京有一个会所啊，就在世贸天阶旁边啊，他们也是在波尔多那边有酒庄，然后呢，他们也不能在酒庄的酒瓶子上打波尔多的标记，对吧？这个呢叫一个品牌管理啊，你不用在这儿说，哎，到什么样就算可以了，我收购了香港美心，我就可以在中国卖香港美心月饼啊，然后我去这个美国开了日料店了啊，我只要不宣传我在日本多火就可以了。
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你不要用这种比较这个初级的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啊。我们举一个日本人的例子吧。日本人呢从中国买鳗鱼啊，然后呢拿到日本以后去宣传说这是日本原产的海洋捕捞鳗鱼啊，然后这个卖了也是很多年，后来是被发现了，说你这个鳗鱼其实都是从中国买的，对吧？那么其实大家全世界的商人都是在做这件事情，那么只是呢说大家来去确认一下我们的边界在什么地方啊，像这个法国波尔多，包括像美国纳帕这种酒的原产地呢，它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叫做产地品牌保护的一套机制你必须经过我这个产地品牌的一个协会去认证，你才可以要甭管你是不是在这儿注册的，还是这个有没有在这儿有酒庄，还是说你雇佣了这里的这个酿酒师傅，对吧？像他们，你以为赵薇跑到那儿法国买了酒庄会自己去种葡萄吗？不会的，他们也还是雇佣原来的人去种葡萄，然后雇佣当地最好的酿酒师傅给他酿酒，对吧？但是你只要通不过这个波尔多这个葡萄酒协会的审核，你就不可以用这个品牌，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用更现代的方式来去思考，说这个品牌应该如何使用的问题，对吧？那么现在没有一个香港美食的这样的一个协会来统一规范说什么样的可以用，什么样不可以用，那么大家只能在现有的法律基础上去用就好了，对吧？那么再往后这个还有听了几分钟之后我觉得你真不懂法律，还是收了钱。黑松露月饼有大把公司有生产吧？高级品牌这是假的吧？米其林大师调制，哪个米其林大师？这怎么算是误导明明就是假话这位朋友呢，我觉得你也不用上来扣帽子首先，黑松露月饼这件事呢，特别是黑松露这个叫什么流心黑松露月饼，好像只有他们家在做其他人确实没有看到至于说高级品牌这件事呢，并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就跟我们家孩子最好看这事有标准吗？没有，对吧？你也不能说它是假的。至于米其林大师这件事呢，这件事还真是真的因为呢它是这样，就是国际上的米其林的这种标志呢普遍不是颁给厨师的它是颁给餐厅的。只有这几年才开始有厨师个人获得米其林的一些称号原来都是米其林餐厅，就是米其林组织发现这个餐厅很棒，然后我们给他发米其林1星、2星、3星，然后正在这家餐厅上班的厨师就叫米其林大厨了，对吧？这个事情如果这个厨师走了，换了一个厨师又到这个餐厅来上班，那么他也是米其林大厨至于说在这个餐厅工作过以后，然后离职了以后，这个厨师是不是依然可以称自己为米其林大厨呢？算是一个比较灰色的地带。而这个香港美城月饼呢，确确实实是邀请了2位这个米其林餐厅的厨师，主厨还不是普通的厨师，是主厨去帮他们做了一些这个功课吧，甭管是拍照了，因为有他们的这2个主厨的照片在这个广州在很多地方的这个地铁站或者在什么地方去张贴然后呢，现在雇佣这位米其林大厨的这个米其林餐厅也回应了这个事情，说这个厨师确确实实在我们这儿上班我们是米其林餐厅他也在我们这儿上班，而且到现在为止他依然在我们这儿上班，我们也没惦记把这厨师开除了，对吧？所以呢，米其林厨师这件事儿是真的所以很多事情不要太去思考说这个就都是假的这个就没那么绝对然后呢，这个总结一下这个疯狂小杨哥这个事儿呢，其实是一种普遍违法，就是大家都这么干，特别是在直播间里头，对吧？还有人说这个直播间里的人就应该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首先，对不起我对自己说的话不负责任我这个如果说错了，请大家原谅这个我没有办法说。这个你们把我过往录的所有的节目都拎出来说，这个哪句话你说错了这个你看某年某月某日你说错了一句话，这个太正常了，对吧？你要求我站那儿说的所有话都负责任，然后我在那位朋友的那个留言下呢还留了个言，我说你说的话你都负责任吗？对吧？这个凭什么呀？站在直播间里我就要对我说的话负责任
对吧？这个官员还可以不计个人荣辱呢，我凭什么就要对个人自己说的话负责任，对吧？这个呢就是在直播间里头吹牛，啊，这个说大话本身呢，算是有点擦边啊，有一个普遍违法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这个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一般采用的是什么方式呢？叫民不举，官不究啊，就是没有人举报他，一般也就没人理他，对吧？官员在这个时候其实并不是说，我们看谁说错了一句话，赶快冲上去把他抓住，然后这个丢石头把他砸死啊，这个是一些比较极端的做法，我们也不希望生活在那样的一种环境下，对吧？但是有一些小的这种摩擦，有些人举报了，那么其实很多的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呢，他会抹个稀泥啊，就抹过去了。但是呢，到民愤极大的时候，严打，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啊。但是你比如说到美国或者到日本这样的国家，你可能有一两个举报的这个官员就会动起来，然后就会把这个店处理掉啊。这个是会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处理的梯度问题。在中国呢，其实我倒是觉得这种说稍微有那么一两个人举报，我们就抹个稀泥这件事儿呢，这个怎么说呀？就是其实有利于创新啊。就是所有那些执法效率特别高的国家，基本上是没有创新的。好啊，我们来看看。我也有点想到加拿大买带卡槽的 iPhone16了，还在犹豫。这个，哎，加拿大的就带卡槽吗？这个没想到啊。而今年的 iPhone16是，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去加东西的啊。反正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办法。也可以给华强北的人多一些时间，没准他们能够想出办法来。我觉得那个塔主你应该采用的方式就是俩手机啊，这个可以整一个美国的啊。联机是不是连接器离键盘太远了？没有啊，我就是蓝牙键盘，然后直接对着就是我的蓝牙的这个就是电脑上蓝牙接口。塔主，你这犹豫好几个月了吧？是蓝牙的话，就是旁边干扰源太多了啊，这是有可能。我这儿肯定电器是比较多的。大家好，我买英伟达赚钱了，逃离大 A， 大 A 这两天涨了呀，对吧？这个我等等我思考一下，再看一看情况以后，看看礼拜五直播是不是跟大家讲讲这一次的重大利好啊，4条还是5条重大利好，可以给大家聊一聊。我都去了几趟苹果店了，还是既要也要心里作顺啊，好吧。我觉得卡槽这个东西，就是你如果有国内的号的话，你肯定还是要的啊，要不然没法整。我用罗技的无线键盘似乎没啥问题，对，我罗技的键盘也没有任何问题，我是有好几只罗技的键盘。今天第一次啊，欢迎。我用过的键盘而言，无论是蓝牙还是耳机连接器，都会偶尔出现连击的现象，蓝牙会出现的更多一些。看起来应该和信号干扰有关系，好吧？点赞，对，你们都点赞了没？人不作恶，那是出卖你的代价不够大，所以不要随便测试人性。怎么说呢？我最近在看这个，尤瓦尔·赫拉利最新的这本叫做《至人之上》啊，英文好像叫 Nexus 啊。这本书里面呢，写了有些东西还是比较比较触动人心的吧。就是我每一次看他的书，都会颠覆我的很多认知啊。其中有一点就是说像我们这种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人呢，我们会相信这个所有人都是这个就是有最终目的的啊，最终的目的就是权利，然后大家都是为了权利，为了利益，在利益之外就没有任何的爱好，没有任何的理念、信念，或者是梦想、希望，通通都没有，对吧？一切都是赤裸裸的利益与权利。这件事儿呢，其实是不对的。
啊，他说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是有人有爱的啊，或者有人是有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的。所以呢，我并不认为说，我们应该这样去考虑问题啊。特别像以前在国内经常传的一句话是，这个号称是丘吉尔讲的啊，叫“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在国内呢，这句话被传得很厉害，大家都觉得，你看西方人就是这么讲的，丘吉尔这么讲的啊。这个当时好像是二战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要去跟苏联合作，去打击德国，人家说啊，你怎么可以去跟苏联合作呢？啊，他大概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完全赤裸裸的只有利益和权力争夺的社会的话，会比较悲观吧，或者这样的社会活起来会很累吧。但是呢，国内的很多的解释又都是这样，很多人在直播时网购不是因为便宜，而是因为以为占便宜了。这个我觉得也有这样的吧，但是好吧，这个范老兄好，大家好啊，各位来了就顺手这个给宝藏 YouTuber 点个赞，哎呀，这个说的太好了。这个真相了啊，除了董宇辉这个个例，在我认知里，没有多少人在直播间里买东西纯因为崇拜或者信任主播的。董宇辉呢，这个怎么说呢？呃，我觉得他其实也不希望走到这一步啊，他也希望说大家需要的时候就买，不需要就算了，啊，他这次在河北直播卖土豆就翻车了啊，最后剩了17万，他没卖出去。但是最后他也跟着大家讲说：“哎呀，你们不要因为喜欢董宇辉就去买这个土豆，对吧？需要了你就买，不需要的话，这个也没关系。”啊，我觉得这点其实挺好的，他就没有这么大的这种压力。你像疯狂小杨哥呀，还有其他的一些主播，就真的是你不买这个土豆，就好像杀了他全家似的啊，这个就没什么意思。老范正在读这个留言，这哥们儿在视频下面留了一沓留言啊，对老范意见大了，是吗？哪个？啊，这个其实无所谓啊，因为这个就是 YouTube 干了有一点特别好的，就是我看每一个人给我留言的时候呢，我是看不到你们的这个YouTube 的这个昵称的啊，我看的都是这个然后一大串乱码，所以我分不清谁是谁啊，我也搞不清谁在上面聊了一大堆这种话。老范没考清楚，现代波尔多的产地认证是有严格认证的，而且法律保护。如果赵薇仿照啊，即使是在波尔多生产啊，也是违法的。纳帕酒并没有这种认证，在纳帕出的酒，可以标纳帕出产，但是如果不是纳帕生产的话，就会有麻烦啊。那么好吧，这个其实不，就是它不是叫我没有搞清楚现代啊。就是，这个就是有这种叫原产地的这种协会，像国内其实也出过一些，比如说像那个潼关肉夹馍，对吧？也干过这种事儿。他们呢成立了协会，说我们啊，只要是肉夹馍，你们就是潼关的，啊，然后呢，你们要给潼关肉夹馍的这个授权机构一些钱，啊，然后呢，我们来帮大家一起来维护潼关肉夹馍的这个标准和这个品牌。结果呢，没玩几天就给玩废了。对吧？因为大家都不愿意给他们钱，后来说你乱收费啊，然后把他们给干掉。当然也有成功的案例啊，像比如说国内的这个沙县小吃，就算是一个相对成功的案例。沙县小吃呢是好像是福建的沙县政府组织的，当时呢这些小吃也没有标准，也没有这个品牌，什么都没有，就大家在周围的一些地方去卖这个小吃。后来呢，沙县政府说来吧，我统一注册一个商标，你统一用吧。啊，然后呢，咱们都按统一的标准去做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商标授权啊。后来沙县小吃呢就做的这个有一段时间做的还不错啊，但是现在好像又少了，不知道啊，因为我有日子没在外边吃这种东西了啊。这个它其实就算是一种现代的这种地域品牌的运作方式吧。周三了啊，陈一发跟老范的直播啊，好吧，他去播他的呗。是位美女，可漂亮了。降存量啊，还有偷偷给
封禁的自媒体账号解封，还有啥利好啊？这个哎，是不是胡锡进解封了？没有吧？我好像没看见胡锡进说话呀，对吧？这个有很多很奇葩的利好啊，这个已经奇葩到一定程度了。美国酒不知道，法国而言，波尔多的勃艮第确实需要认证才能够贴标，你说的没错。美国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那边买了酒庄就可以直接做这个事情啊？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互联网的人是在那边买了房，但是有没有在那边买酒庄的我不确定。其实，在法国波尔多那边的酒庄大概是，一两千万欧元啊，然后是可以买到一个酒庄。但是你不要去买那个什么拉菲这种玩意儿啊，那个是买不下来的。就是正规的，或者说不是那么特别特殊的这种酒庄，大概也就一两千万欧元。因为当时我们确实去问过啊，这个虽然我们也买不起，对吧？当时正好在那边收购一个项目做尽调去了，啊，跑到那边去问过这个问题，啊，然后这个纳帕的酒庄是不是有国内的人有呢？我不确定啊，这个，呃，但我知道确实有很多的中国人买了澳大利亚的酒庄，然后呢被中国政府一把锤死了，啊，这个也是一个悲哀的故事。嘴里说的主意，心里想的都是生意。哎呀，这个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还是要相信有一些人啊，心里是有主意的啊，不能说所有人心里都是生意。那这样的话，这个日子就没法过了。呃，那个叫陈一帆对，是这样的名字。不用回答我，我开小差去看一眼算了。赫拉利好像对这几年人工智能的爆发没怎么提及。我们再慢慢看，我才看了2章，我看书看的挺慢的。特别是这几天在刷美剧，我把原来的这个黑钱圣地叫 Ozark 这个剧拿出来刷，因为原来正好都没看过嘛，发现哎呀宝藏啊，真的是好看。在给大家开直播之前，我还在刷这个剧。前几天任天堂刚刚提告幻兽帕鲁，今天就看到索尼State of Play 了，这是洗脸输出了嘛？这个还没看到索尼最新的动作啊。发姐是一个被强了的国内前著名女主播，她原来应该是斗鱼一姐吧？好像是斗鱼一姐。对，这个打游戏、唱歌，然后呢长得还可以吧。也比较敢说，他当时是被国内抖音封了，然后 B 站封了，后来在 B 站也折腾了一段时间，也封了，然后就跑到 YouTube 来折腾了。他前一段时间还跑到美国去了，好像。波尔多和纳帕不同啊，波尔多产地认证是严格的啊，而且法律保护。如果赵薇仿照啊，这个赵薇是在波尔多买了酒庄了啊，然后这个马云在波尔多也有酒庄，然后那个还有谁？反正我记得好几个国内的互联网的这块人都在波尔多是有酒庄的，啊，因为这些钱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就不太一样啊，跟咱们的那个观感是不太一样的。啊，纳帕没有这种认证啊，在纳帕出的酒可以标纳帕出产，但是如果不是纳帕出产的话啊，会有麻烦啊。那么好吧，对于纳帕这件事呢，我肯定没有那么了解啊。我只是可能每一次去纳帕，然后跑到人酒庄里头去喝2口，啊，然后呢也喝不出个咸淡味儿来，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好涩啊，那个好像口感没有那么涩，也就是单宁没有那么多，然后呢跟着人家摇头晃脑一下，然后就可以了。就是我对酒本身没有那么了解啊，我只是讲了一下这个现代品牌管理的一种方式。至于纳帕没有去做这样的这种要求，那是纳帕的问题。用的万托效果如何？其实不好啊，一般。这个我用过很多万托，万托的效果都很不好啊。我现在用的是这样的这种，就是完全中间是镂空的这种万托。国内有的，尤其是食品类，比如茶，典型的是西湖龙井啊，西湖龙井算是一个。跟大家讲一个比较恶心的例子吧，比如说清江鱼。对吧？这个清江鱼呢，大家知道是什么鱼吗？是清江县产的鱼，我忘了是哪个省的清江县了啊。然后只要在这个县产的鱼都叫清江鱼。然后呢，清江鱼有鲢鱼、草鱼、鲶鱼等等各种鱼。然后呢，主要是很多火锅店用他们家的鱼。
然后呢，你买到的所有清江鱼实际上都是鲶鱼，为什么？因为鲶鱼最便宜，对吧？但是因为鲶鱼是吃这种腐殖质的嘛，而且吃这个一些这种不是特别干净的东西，对吧？然后这个又是怎么说呢？就很多人说吃鲶鱼致癌啊，但是我其实不太信这个东西。就是那个东西确实好吃，很肥啊，鲶鱼特别肥，但是呢，你特别是做麻辣呀，做什么水煮啊，做什么烤鱼啊，特别香。然后这个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做鲶鱼，后来呢，这个就传啊说吃鲶鱼不健康啊，这个一定要去吃什么黑鱼、青鱼什么这些东西。然后呢，他们就说算了，我们就换个名字吧，叫清江鱼啊，然后继续卖鲶鱼就好了。对，这个反正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啊。这话是帕默斯顿说的，这是谁呀？不了解了。兰州拉面就挺成功的，没给兰州拉面协会给钱啊，就不能在招牌标这个名字。哎，不是吧？因为兰州是没有拉面这件事儿的啊，因为兰州只有牛肉面啊，这个所有拉面其实都是青海才吃拉面的啊，这个就是兰州就是你整个走遍兰州就没有拉面这种东西。啊，所以我不太确定你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阳澄湖每年生产多少大闸蟹，而且实际上市上销售了多少阳澄湖大闸蟹？这个大多是洗澡蟹。哎，这个事儿，阳澄湖大闸蟹这个就算是千年悬案了啊，这个没办法。在法国买酒庄不就是国内借壳上市的套路吗？这个还不太一样啊。这个他们这些人可能就真的是去玩去了，他们买这种酒庄也没惦记挣钱。胡是人身禁言了啊，不是账号被封了，解了，不是很大的号啊，不过都冲过不太严重的塔，这个就没有研究过了。叫什么黑钱圣地啊？叫 Ozark OZARK，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名字。我在大国见过买波尔多酒庄1亩地的互联网思维生意啊，漂亮促销小姐姐盯了我不少时候推销。哎呀，看来你是有钱人啊！啊，从来没有人给我推销这个。Ozark 结局烂尾啊，搞了个模棱两可的结局。这种结局就是万一哪天他复活呢？美国的苹果店小姐姐说，全世界好像只有美国是没有卡槽的，加拿大的就有卡槽。我觉得你真要惦记买这个，下次回来的时候，比如说你在香港啊，在这种地方买这种叫单卡槽的，对吧？它就是一个卡槽，剩下可以装 eSIM 的，就挺好。我上次差点在泰国买那种单卡槽的。我在大国，这个好，这个念过了啊。美剧《留人》推荐啊，Slow House，Slow House 我大概看了2集，稍微有点慢，而且它其实是个英剧吧，感觉Slow House 应该不是美剧。看看老范又主动发起了赛博吃播了，好吧，这个咱讲月饼那怎么办呢？这个没办法。青鱼刺太多了吧，吃的很麻烦啊。是，鲶鱼是没刺儿的啊，这个而且刺儿很少，还没有鳞啊，就是说这种无鳞鱼好像也是不是那么健康。他们真正比较好的是这个叫做什么？呃，叫做黑鱼啊，黑鱼是吃肉的鱼啊，那个刺儿也不是很多。然后还有叫什么是龙利鱼还是家菊鱼里头有一种啊，我忘了是哪一种了，是越南那边产的一种鲶鱼啊。然后呢，其实他们叫这个名字的时候，每次也都是给你鲶鱼吃。鲶鱼真的是一种这个就是味道很好，但是据说不太健康的东西，我很爱吃啊。跑步6周开始扔以前胖的衣服了，哎呀，这个好厉害，这个实在是好厉害。我说错了啊，应该是兰州牛肉面。对，兰州牛肉面这个故事有可能是真的。清江鱼不是团鱼啊，不是，清江鱼就是清江县产的鱼。你现在可以到
这个百度啊或者什么地方你去查啊，这个现在就可以去查。对比西湖龙井，兰州牛肉面其实差点能贴西湖龙井产地标的厂家没多少，网店卖的龙井大多数都没有产地标。呃，这个怎么说呢？他们自己其实也没有好好的给自己的产地，真正的做太多的宣传，所以大家并不认为说这个产地标应该长什么样，对吧？呃，你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我看的那个是一个人物的介绍，谁呢？叫苏格兰公爵啊，苏格兰大公爵，就是真正苏格兰这个地区的这种就是法理上的这种统治者吧。但其实苏格兰也是靠议会啊，靠这玩意儿去管的啊。但是他还是有一个公爵在那儿。后来就问他说：“你每天干嘛呀？”他说：“我就是每天宣传苏格兰的品牌啊。”他说：“苏格兰有什么品牌？”他说：“苏格兰威士忌啊，对吧？我们天天出去宣传这个，然后参加各种活动，然后各种捐款，然后各种的那个苏格兰威士忌的这种品鉴、什么评比，天天干这个事儿。说可忙了，这个对吧？你想维持一个这样的地方品牌，没有那么简单的。像西湖龙井就属于是，我就坐在这儿了，然后我就坐在这儿，这个收钱，在这儿发牌子，这个比这个麻烦多了。买法国酒庄很大程度是从国内搬运出外汇到法国做房地产生意。哎呀，这个其实外汇根本不需要这么搬，有的是搬法。忘不了鱼，是，好像听说台湾也有一种鱼，据说，是什么都吃，还传说有黑帮用人喂鱼，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忘了是什么鱼了。哎呀，这个故事太惊悚了啊！作为一名圆滚滚啊，开始觉得以前紧绷的衣服变松，以前松的衣服没法穿，心里特别感动。哎呀，这个我也希望啊，这是怎么说呢？坐这儿实在是不想动弹。好，我们继续。这个 BKT 护腰坐垫这期啊，有人说了啊，有钱可以同时搞几十个产品啊。这件事儿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以前也这么想啊，有钱就孵化呗，然后孵化一堆产品，然后去做。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就是，每一个这样的产品其实还是要用心的，对吧？这个你不能觉得说，哎，我已经看明白了，就是这么多东西，然后我把它做出来。其实很多的产品里边是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然后你是需要，用心慢慢去做的。你真的同时做了一大堆以后，是会有问题的。你比如说像，宝洁，对吧？它是有好多好多产品，那么它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产品经理啊，你这个产品经理，你负责你产品的，就是你这个产品的所有的一切东西啊，然后这就是你们家的东西，啊，吃喝拉撒睡，然后这个从上到下生产设计什么广告全都你一人管，对吧？这个是通过一个类似这样的方式，才有可能让一个产品自己它是有一定的灵魂的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咱们去看那个寿司之神用手捏寿司那个过程，对吧？你觉得这件事儿用机器能捏吗？或者我们这么讲吧，用机器捏和这个寿司之神用手捏这样的寿司，最后盲测能测出来吗？其实是测不出来的，对吧？你是没有能力去评比的，而且机器捏的可能更加标准化啊。你让更多的人去参加盲测了以后，可能机器捏的这个寿司会被评选出来说这才是好寿司啊。那么最后为什么只有寿司之神能够成为神，而机器不行？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法同时搞几十个，对吧？同时搞几十个呢，就每一个都是这个叫做可能水准之上啊，但是没有一个呢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行业的领头产品啊，这个是做不出来的。像我们以前做游戏公司的时候也是如此啊，就是有一些这种做这种轻游戏的公司，就是他们手里一堆的游戏啊，这些游戏呢哪个也做不好啊，但是呢哪个都挣钱啊，没有一个游戏项目是亏损的，亏损直接干掉。但你说那种做大游戏、3A 游戏这帮人，就是大家把门一关啊，然后呢，这个闷起头来做3、4年，做出一个来啊，那玩意儿才能做出3A 来啊。这个你说我靠这个资本的方式一下做几十个3A 游戏出来行不行？腾讯试过啊，到现在为止你没有看到腾讯的3A 游戏吧？网易也试过啊，你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看到网易的3A 游戏吧？啊，你像索尼处理方式是什么？就是我买一大堆厂，然后投资完了我就不管了
啊，做出什么样你们自己确定就完事儿了。啊，这个才是做这种顶尖产品的思路啊。你说我做跟随产品，你确实可以开一堆的工厂做一大堆。啊，咱们继续说，罗永浩还是聪明啊，他过去傻了吧唧的去做产品，在中国这个环境中，到头来就是给别人打工。他现在才是真正懂得怎么在这个国家挣钱啊，就是搞宗教、唱高调、造梦、发动群众、斗群众，并收割其中一半的群众。心不够坏、不够黑，就挣不了钱。老范讲了这么久，大部分内容比罗永浩之流好多了啊，但仍然不能仍然只能不温不火，就是这个原因啊。这个首先呢，不温不火是我们的能力有限啊。我特别发现最近一段时间脑子转的有点慢啊，经常说话也是说的前言不搭后语的，就是你们看到我的很多视频都是需要经过我太太非常认真的剪辑才可以拿出来看的，对吧？那么首先能力还是有差距，然后第二呢，我并不觉得罗永浩原来做产品这个过程很傻啊。如果大家都聪明啊，我们都是在里边去做这个更容易的事情去卖东西的话，那么谁做产品呢？总要有人做，对吧？啊，所以他愿意去付出努力做尝试去做产品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应该还是值得去鼓励一下的。啊，至于说没做好那是另外一件事啊。然后现在呢，这个搞宗教、唱高调、造梦、发动群众、斗群众这个事儿，我只能说我们去看它商业中的部分，然后去学习就可以了。啊，我们是不是认同这件事儿，并没有那么重要啊。这个我觉得应该可以很好的来回答这个问题了。啊，再往后啊，说外科医生提醒过，经常盘膝会造成脚踝韧带松弛，年纪大了以后就容易崴脚。瑜伽的静态训练有些动作其实很害人的啊，有这样的事情吗？没听说呀，对吧？这个有懂医学的可以跟我讲讲，是经常盘膝的就会崴脚吗？中国人原来讲不是筋长一寸，命长多少吗？就是要把这个筋都拉开了。当然，我现在已经完全不行了，这个我不知道。继续，竹叶青直接垄断，没有其他渠道卖，每家卖的都是一样贵，都是一个包装啊。这个没怎么喝过竹叶青。老范说的有道理，西湖龙井产地标，即使是老茶客也不一定知道啥样。对，他自己不做宣传，光收钱不宣传这个事儿就没法整。还有一个利好啊，指导提高劳动报酬的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啊，这个不太一样啊。苹果手机现在郑州富士康组装的，那些造谣河南人往手机里边装炸弹的人太可恶了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不是那么容易啊。其实我觉得懂一些军事的人都知道，让这个东西不炸，比让这个东西炸要麻烦多了。鲶鱼本身没问题，问题是鲶鱼啥食物都吃。这个加大了大国养殖的概念，就是细思极恐了，好吧？哎，这个卡尔加厨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在美国泛滥的亚洲鲤鱼里头，有鲶鱼吗？还是说就是我听说好像亚洲鲤鱼是什么都有，有鲤鱼，有草鱼，有鲶鱼，是不是青草鲢鱼什么都有啊？这个我不太清楚。那玩意儿都泛滥了，咱捞出来吃啊？啥时候聊聊那个人工智能的轩辕山姆奥特曼发的那个文章？呃，周五吧，因为我明天的节目已经这个搁在上面了啊。然后呢，我后天是准备放这个叫什么呢？后天是准备放这个叫做就是美国禁止中国的汽车软硬件这个事儿啊，我提纲都写好了，还没录呢，明儿早上把它录上啊，后天早上放。然后这个周五吧，然后咱们来讲讲山姆奥特曼的文章啊，然后呢，
如果能够这2天稍微有些感受的话，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叫什么呢？这个，中国的利好啊，这个 A 股是不是又行了？把人拿去喂鱼，不是食人鲳吗？这个鲳鱼还是挺好吃的，就吃肉的鱼一般都是比较好吃的。全称是这个啊，这个其实这种宏观指导是没用的啊。寿司之神吃的是故事吧？就像这个少女用嘴，这个摘碧螺春，少女采取的这个茅台，还有少女在腿上搓的哈瓦那雪茄，对吧？讲真，我一想到茅台这个酒有脚气就不太舒服。哎呀，这个想太多了啊。这个以前其实葡萄酒最早的那个葡萄也都是拿脚踩的，而且还不能穿鞋，因为穿鞋了以后会把那个葡萄籽踩碎，那个酒就会变苦。丘吉尔本身就是种族主义者，和20世纪初盛行的人种优劣论，会说这种达尔文主义的言论不奇怪。这个我觉得啊，咱们没必要给人扣帽子啊，反正就是他当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总要给他的行为找出一个正当性。老范觉得英特尔的在风口浪尖之际推出的新的 SoC 如何？这个我觉得就是跟苹果呀，跟其他人学嘛，他把那个内存什么焊在芯片上，你讲的是这东西吧？这个苹果 M3、M4 什么 M2全是这个格式的呀，啊，这样快啊，对吧？这个没有什么其他办法。这个白 T 跟你那个黑的是同款吗？是的，同款啊。买很多件是换着穿，对啊，这个钢铁直男都是这样的，一次买7件，然后每个礼拜不重样，然后每个颜色都穿，啊，像我就可能更钢铁一点，然后我是这个买3件啊，一个黑的，一个白的，一个灰的，然后呢2天换一次啊。老范在 Windows 上用什么浏览器登录 ChatGPT 啊？Chrome 啊，就是我在所有的这个平台上都是 Chrome。以前的体能老师对瑜伽评论很负面，这个瑜伽我就真不懂啊。太极也是啊，这是什么东西？啊，太极也是评价很负面是吧？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从瑜伽也好，从太极也好呢，我们还是看这个人的寿命吧。我觉得玩太极的人寿命还是要更长一些，比那些真正练健身、什么练体育的人还是要长寿的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呢，不妨听听这个幸存者偏差，然后给你的一些建议。怎么看司马呢？这个事儿呢，我是听说了啊，待会儿具体什么事儿我没看。这个因为对于司马南这个人来说呢，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觉得很不舒服看着他，啊，所以呢，所有跟他有关的新闻，我都只要看到标题的前几个字，我就自动绕开了。所以他到底干了什么事儿，我不知道。做瑜伽不要太专注盘膝做杂技，要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啊。对，我觉得瑜伽更多的是一种心理训练。美国人鱼吃的多嘛？哎，我其实有一点挺好奇的啊，就是，美国很多的电影里面就是讲这个美国人很爱钓鱼啊，特别是我看这个最近的那个 Ozark，对吧？他们很多人跑去钓鱼，但是呢，好像美国人是不怎么吃淡水鱼的，啊，因为美国人好像吃鱼不会吐刺儿，啊，这个你真的给他这个淡水鱼吃了，他们会把自己扎死的，啊，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鲳鱼确实好吃，对的。这个姐夫今天录的这个话题啊，逼着车厂中美二选一啊，想太多了，选什么二选一啊？你跟中国人做生意这件事儿，这个就不是靠法律可以搞明白的。小野二郎基本不怎么干活了啊。当初米其林评星和拍纪录片的时候，是他儿子捏的啊，根本吃不出来。是。这个钢铁直男应该穿猛男粉啊，这个就饶了我吧。对，
瑜伽需要正确的指导啊，很多国内的老师动作指导都是错的，容易导致损伤啊，好吧。之前穿过粉色吗？好像没有啊，我应该没有粉色的衣服。我有红色的衣服啊，有这种暗红色的，但是没有粉色的。我之前去过一些健身房的瑜伽课，而且还是不便宜的，结果动作都是危险的，我立即卷垫子走人了，好吧？啊，这个就真的不懂啊。我采访了100位玩过俄罗斯轮盘赌的人，存活率100%，所以俄罗斯轮盘是非常安全的游戏啊，幸存者偏差。对呀，这个你采访的都是活下来的，对，就这么简单。这个，这个是鲶鱼在美国一直有养殖，叫做猫鱼啊，对，鲶鱼好像是叫 catfish，对，是很大的产业。美国人喜欢吃，刺儿少肉多，例如鱼汉堡。哎，鱼汉堡不是鳕鱼吗？就是那个麦当劳的那个都是阿拉斯加鳕鱼啊。泛滥的主要是草鱼啊，我还以为真的是鲤鱼呢。引进了用来吃过度营养化水里面的草啊，华人食品超市里边有卖草鱼，便宜，不过销量不大，主要是美国人不吃。草鱼就刺儿多。中年妇女带娃之后，也是基本钢铁直男的衣橱，6件黑色衣服，3件花衣服，出门见人用，减少选择成本。这个我其实是喜欢什么呢？就是每一件衣服还是不一样，就是你要告诉别人我换衣服了。你如果都是穿一样的衣服呢，人家好像觉得你从来没有换过似的。这那个留言，好吧。之前肯德基有过鱼汉堡啊，现在没了。就麦当劳是阿拉斯加鳕鱼吗？美国人吃鱼可以取鱼片没刺儿，不吃淡水鱼是真的啊，是吗？他们不吃淡水鱼啊？以前淡水污染了啊，形成了这个习惯，而且淡水鱼有寄生虫。哎，我记得海水鱼也有寄生虫吧？像那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就是他们吃三文鱼、鲑鱼里头不应该也是有寄生虫的吗？那美国人钓了半天鱼，他们不吃吗？这么多电影里头演美国人说我怎么喜欢钓鱼了，然后造那个就是那个什么那个缠的那个像虫子是那种鱼饵，然后在那甩来甩去的，他们不吃吗？钓上来干嘛使呢？美国人就算有淡水鱼啊，如果不小心被鱼刺卡住，去医院拔刺费用，死贵死贵的啊，应该不怎么吃淡水鱼，好吧？美国人不吃淡水鱼啊，还是因为物资太丰厚了啊，这个饿了一定程度还是会吃的，好吧？欧洲人吃不吃淡水鱼？因为我知道像呃传教士是吃的啊，他们是为了补充自己的这种蛋白质，所以他们在欧洲的每一个小村庄的这个教堂后面都挖了一个小池塘啊，他们不可以吃肉，但是可以吃鱼啊，这个是在这个《人类简史》里边写的，我就当它是真的了啊。说美国吃淡水鱼的就是做法浪费啊，好吧，就是把所有刺儿地方都扔了哈。美国人不能摘刺儿，是全国无能。我家孩子他爸看着带刺儿的鱼啊，直接略过。他们钓完之后放掉，啊钓完鱼就放了呀。孩儿他爸带着小朋友也去钓鱼，直接放了，好吧？这个我是没想到的。要切2片啊，就切2片背肉，鱼肚子才没刺儿呢，鱼背上有的是刺儿啊。我每次在电视上放老范的节目，我那个7个月大的儿子就马上蹬着学步车跑到电视前面去看，他应该是你最小的粉丝了，好吧？这个，这个，好吧，这个也是很神奇的小观众啊。这个目前市场上，你不觉得小贵鳕鱼的不是鳕鱼啊？你觉得贵的那个假冒的可能性大？
啊，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怎么说呢？是这样的啊，就是我知道有一种鳕鱼，因为我们以前吃这种蒸的鳕鱼，其实用的是一种俄罗斯产的叫鱿鱼的东西啊，那个确实是假的啊。但是我觉得麦当劳卖的号称是阿拉斯加鳕鱼什么，就麦香鱼汉堡那个应该是真的吧？不知道啊，这个我不替他打保票啊。海水鱼也有寄生虫啊，那生鱼片怎么办？是少吃还是炖熟啊？我是爱吃生鱼片的啊，奇爱吃啊，特别特别喜欢吃三文鱼，就吃呗，那能怎么办呢？非洲鲫鱼鱼片 Costco 有卖的啊，非洲鲫鱼我还没吃过，鲫鱼应该很小吧？国内的健身课一言难尽，那些所谓教练技术不咋样，重点是放在兜售课程上。刚开始各种哥哥姐姐嘴可甜了，接下来对这个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嘛。曾经被女朋友强迫穿过粉色 T 恤，一开始想象会觉得羞耻，真正穿上了其实也还挺好啊。对于我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介意啊。这要给衣服穿，我一般还不会觉得特别羞耻，也是脸皮比较厚吧。因为刺太多无处下嘴，直接放了吧，好吧。某好足球队员也反了啊，这个不知道啊，这个反不反这个没兴趣。我现在随身携带65键键盘，就是猛男粉，好吧。三文鱼刺身是严格检疫和按照标准养殖的，是的。但是呢，你也得是挪威三文鱼，在国内吃的其实三文鱼刺身基本上都是，叫做什么呢？红鳟啊。所以呢，他们为了这件事情，专门把国内的这个，三文鱼标准给改了啊，说所有这种身上有纹路的红色的这种鳟鲑啊，就是鳟鱼和鲑鱼，这个种类的鱼都算是三文鱼啊。所以国内吃的三文鱼大量都是纯淡水鱼啊，因为红鳟是不去海水的，好像。美国应该不流行吃有刺儿的鱼啊，我看过一个故事，以前美国人也吃内脏，这个后来是模仿食不厌精的潮流，慢慢就演变成只吃纯肉了。鱼也是这样的啊，好吧，反正还是日子过得好了呗。这个很多美国人钓鱼是娱乐，不是为了吃鱼，好吧？他们还是日子太好过了啊。对马岛续作公布了，羊蹄山风景好看的，好吧？我对马岛我就没打，这个实在是没有空啊，因为打这种游戏实在太耗时间啊。经济大萧条、越战、二战期间经济不好的时候，也就什么都吃了。我觉得这个才是合理的。羊蹄山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刚看的时候还以为是富士山呢啊。反正日本就是对马岛之战就属于是氛围拉满。挪威三文鱼是海水人工养殖，对，这个挪威三文鱼的广告就是你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啊，只有这个标志的三文鱼没有寄生虫。这个黑猴我已经放弃了啊，这个就不打了。这个阿拉斯加鳕鱼其实是阿拉斯加什么黄线什么鳕，这个字不认识啊。韩国人叫明太鱼啊，明太鱼不是可小可小的一种东西吗？我觉得那阿拉斯加鳕鱼好大呢，这个不是真正的鳕鱼啊，那咱就不知道了啊。天朝的三文鱼是新疆那已经算好的了，新疆那还是在咸水里养出来的。咱们现在的很多在国内能够吃到的鳕鱼，这种三文鱼都是在那种水库里养，就是淡水水库里养的。吃过红鳟鱼的假三文鱼片啊，特难吃，入口不化。其实差不太多啊。你不是说最喜欢对马岛吗？啊，这个对马岛是其实没怎么打，就是真正我去把它打通关的这种，叫做什么这种动作游戏呢？就是战神啊，然后这个星球大战的2部啊，一个是叫做失落的武士团，还有一个是叫幸存者，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芬尼斯传说啊，就是其他的动作游戏其实我打的不多，打动作游戏挺累的。这个海产的这个咱们就不要太想这个事儿了。因为我太太当时怀孕的时候就去检测是弓形虫超标，啊，原因呢就是吃三文鱼吃这种鱼生啊，但是后来小孩也很健康啊，这个没有什么事儿。只狼其实我是在修改器的帮助下玩过了啊。
虹鳟鱼是淡水的，不是三文鱼。在中国它算。天朝吃个鱼真费劲啊，这个生意吧就是这样。明太鱼和鳕鱼味道有点不一样啊，新鲜明太鱼臭臭的啊，巨好吃。嗯，我搞不太清楚哪个是明太鱼了。吃过假鳕鱼啊，那种鱿鱼，第二天穿油，对，鱿鱼吃完了以后是会出现一些问题的。国内的鱿鱼啊、墨鱼、对虾基本上都是新疆养殖的，规模超级大，在新疆、甘肃吃烤鱿鱼丝非常便宜。这倒没想到，哎，他反正盐水湖里干这个事儿是没问题了，已经播了1个小时啊，好，我要抓紧啊，我这边还有好多的那个评论没读呢，我们要抓紧。星球大战的 IP 啊，对，我是比较喜欢星球大战 IP 啊，我是星球大战的所有电影、所有电视剧，然后所有动画片都看完了。寄生虫的问题，除了猪肉条虫，其他的如牛肉条虫对人的危害都很小。如果出来猪肉要全熟，其他的肉没问题，好吧？我觉得吃这种生一点的肉，最好还是在国外吃，不要在国内吃。好，我们继续。这个字节跳动的95亿美元贷款啊，这个有人说了，核心应该是美元贷款，明显人民币贷款利率更低，说明醉翁之意不在酒啊。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人民币它肯定也贷啊，而且人民币贷完了以后呢，它只是没有说而已啊。这个现在说这个95亿美元贷款这件事儿呢，肯定是有一定的原因的，而且这个事儿它才会成为一个新闻。从字节跳动的角度上来说呢，它可能在国内呢，这个挣的人民币会更多一些啊，这利润也主要在国内，所以没准他会做什么叫内保外贷啊，他把国内的人民币押给人家，然后在国外贷出美金来，然后呢，这个最后说我还不进去，还不上了啊，然后你把人民币拿走吧，然后我就等于干嘛呢？偷偷换汇了啊，这个事儿其实很多小公司干，但是我相信像字节跳动这样的公司，上近100亿美元的这种规模。他理论上说应该不太会这么干啊，像很多小公司都这么干。再往后，山姆代购月入10万啊，这个麻薯是糯米做的外壳，里边包有馅料啊，很难说是一种面包，不是说好了现在都是拼多多天下嘛啊，这咋还有山姆这种落后商业模式的余地？为什么不是拼多多代购月入10万呢？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第一个，我们吃的麻薯呢是完整的面包啊，它里头是没有馅儿的啊，它就是我看了一下这个，但我不知道具体怎么做的啊，也是在网上查了一下，据说呢是用麻薯粉啊，但是如果没有麻薯粉就用糯米粉啊，然后因为它很黏嘛，然后加上面粉，加上一些其他的一些调料啊，或者是一些配料吧，然后把它和成一个面团，然后呢拿这样的面发完了以后去烤啊，就是这种麻薯面包了。至于拼多多的天下呢，这个世界不能非黑即白，对吧？这个我们不能说天下全是拼多多的，天下全是阿里的，天下全是山姆的，还是世界要有多样性啊，社会要有多样性才美丽嘛。再往后啊，说山东是中国经济第3大省，居然没有一家山姆啊，这个怎么说呢？跟大家讲一个这样的故事吧，在山姆进来之前啊，国内还有一家这种叫做仓储会员制超市，叫普尔斯马特啊，它那个名字叫 Price 啊，PRICEMART 啊，大概叫这样的一个名字。然后呢，这个超市呢，据说就是海军的人办的啊，他们是拿着军舰或者拿着什么船啊，把这东西拉进来，然后去送到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普尔斯马特去做这种仓储超市啊，然后做的也是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家最早就是普尔斯马特的这种会员啊，而这个走私的船呢，就是从山东进来的啊，所以呢，就是山东其实最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走私大省，对，所以呢，在可能早期山姆去布局去选地儿的时候呢，这个海军的相关人员就没有让他们在山东登陆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再往后呢，山东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有点叫什么叫国富民穷啊，就是它的民众其实相对来说要穷一些。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山东去江西的分界线上，
就是你一看，哎，这边的路特别好，一过这一块儿，哎，路就做的特别烂了，啊，包括去江苏啊什么那些分界线都是这样。河北也是，就是山东的路也明显比河北修得好。就是什么呢？就是它大量的钱都被政府收走了，收完了以后做各种各样的基础建设。啊，那么在这样的地方呢，它其实民众手里的钱本身并不多，对吧？那么你在这样的地方去做山姆就不划算了。啊，所以这可能就是两个原因吧，山东没有山姆的原因啊，这是纯属猜测啊，不负责任的。啊，再往后，这么搞下去，一个代购山姆消费额就几百万，大量中国人日常购物都会被山姆霸占中国的本土实体店会变得更加困难，这都是中国人自己把自己的食品行业名声做臭的结果。哎呀，这又是一位爱国人士啊！这个我觉得啊，大家有这个干净的好的东西吃，这个呢，要比什么中国本土实体店这件事儿要重要的多，对吧？你中国本土实体店天天卖变质的东西，卖这个含有很多这个叫做防腐剂的食品给你，那他死就死吧，对吧？为什么要去说因为他是中国的本土的，我们就要让他活着，我们就要伤害自己的身体去从他们家买东西吃了？没有任何道理嘛。对吧？山姆做的好，我们就买山姆的东西，有什么不行呢？为啥一定要自己造呢？中国人为什么要自己造汽车呢？中国人为什么要自己造飞机呢？对吧？我买美国人的飞机不挺好的吗？对吧？我买美国人、买德国人的汽车不也挺好的吗？啊，那不行，我们怕卡脖子啊，我们要有民族的，这种其实就是很扯的一个事儿啊。任何人告诉你说啊，你要去买民族产品的时候，一定是因为这个产品又不好又贵啊，然后呢，不愿意去参加正规的竞争，才会去通过一些民族主义的方式忽悠一些脑子不是特别健全的人去买啊。再往后，小区社群如果这么值钱的话，感觉小区物业最应该能发财才对啊，毕竟物业天然掌握业主群啊，对吧？这位朋友呢写这句评论的时候啊，我估计呢他心里想的是物业都穷成那样了，对吧？这个怎么他没挣着这钱啊？你看我在这吹了半天，小区业主群多么多么厉害，多么多么有商业价值，对吧？这物业公司这帮人都穷的叮当叮当的，啊，这一看就是老范又在胡说八道了吧？我要跟你讲啊，中国的状态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这种大型的房地产公司都有一家物业公司啊，比如说河南建业啊，有河南建业物业公司啊，这个恒大有恒大物业公司啊，这个绿地有绿地物业公司，然后这两个公司呢，通常都是这个房地产公司亏钱亏的跟什么似的啊，然后这个物业公司挣钱挣的都可嗨可嗨了。啊，然后这些物业公司主要靠什么挣钱呢？这个不是说给你修个草坪啊，找你收个物业费、供暖费，人家不靠这玩意儿挣钱，人家也不是说我去这个贪污大家一点点什么公共维修费用啊，人家也不干这个。啊，真正这种大型房地产公司的物业公司，他们是去运营各种各样的配套的这种酒店呀、商超啊，他们就是运营这些东西，包括山姆啊，很多的山姆可能就是跟他们合作的。其实他们合作更多的是沃尔玛啊，就是我盖了个楼，然后楼底下实在需要一块底商啊，然后好让我把房子卖掉，沃尔玛来吧，然后他们就搞这很多这样的东西啊。第一是靠这个挣钱，然后还有一个更挣钱的生意是什么？卖理财产品啊。然后像这个恒大呀，这个什么很多的这种大型的房地产公司，他们的物业公司是会向业主卖理财产品的。卖掉了以后，然后这些业主就很开心，说：“你看我住了恒大的房子，还买了恒大的理财，然后以后恒大涨了以后，然后我的房子也涨了，然后我就可以赚2遍、赚3遍钱啊！当然现在都被套里头了啊。至于他们买的理财产品是不是能够赎回啊，咱们不知道。但是呢，中国的物业公司是非常挣钱的啊，这个您说对了啊，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再后啊，这个是老范对这个事儿聊的不全面啊，我来补充一下，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代购的散客客户大多数是不要发票的啊。山姆是可以开13个点的增值税票的，代购和财税记账公司合作，可以把这些票卖出去，看类别能够卖到8到11个点之间。不过这个事儿有点不合法，我就不展开细聊了啊。这个事儿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知道我聊的不全面啊，我也知道这么个事情，但是。怎么说呢？就是，
就是我们不鼓励大家干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被抓住了以后真的要坐牢的。再往后，这个高通收购英特尔啊，英特尔市值930亿，这个将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科技企业并购案。这样的并购案很难得到政府的批准。我觉得大小倒是一方面，我觉得像拜登政府也好，或者其他的各个国家政府也好，给了英特尔那么多的补贴，你现在把它卖了，完了再贱卖手下的这些拿了补贴的芯片厂，这个事儿你说不过去啊，对吧？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啊。但是现在肯定他去各个政府去打通关一定是非常难的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共识。再往后啊，感觉 AI PC 就是个噱头，靠谱的 AI 应用，还是得上云啊。这件事儿呢，其实苹果已经给我们演示了什么叫 AI PC，对吧？AI PC 真正在本机要做的事情，其实不是大模型生成，或者它在本机工作的这种大模型要求的能力并没有那么高。AI PC 在本机真正干的活是各种各样的嵌入 embedding 啊，它要把你本机的各种数据呢，嵌入到本机的数据库里边去，或者叫矢量数据库里边去，可以让你很轻松的找到本机上面的所有内容，然后根据你本机的内容去给你做各种回复啊，这个才是他要去做的事情。如果能够把这个事儿做好的话，我们的电脑的工作效率确实是会提升很多的。只是现在这件事儿呢，到底是应该由 PC 公司做，还是应该由操作系统公司做，还是应该由一些其他的软件公司做呢？现在大家还在想啊，如果有一些特别好的这种产品，大家可能也就会用起来。其实这个桌面搜索的产品呢，谷歌、百度等很多公司都做过，但是后来呢都没有太做起来。对吧？现在大家使用的桌面搜索，要么是微软的，要么是苹果的，根据你使用的操作系统。但是呢，这些桌面搜索有没有那么好用，对吧？那么加上 AI PC 啊，比如说有这个可以做嵌入的库了啊，可以去做这个 embedding 的库然后可以做这个矢量的数据库然后它再经过一些小模型的打磨和这种他们甚至可能把一些比较小规模的模型在你本机上直接进行了微调然后再去向你回答各种问题的话那么效率是会提升的。所以呢，并不是所有的 AI 应用都应该在云上。再往后我打工的公司22年的时候收购了另外一家类似的公司，收购完了以后整合简直是超漫长的过程，人员整合用了大概1年，产品整合要过很多年 ，CEO 完成收购之后直接被退休了。这个首先这种西方公司的整合都是很漫长的。然后呢，我在国内的公司呢，到目前为止，反正我经历过的各种并购可能也有10几次了吧，可能几十次都有了，因为我自己就做这个玩意儿，对吧？绝大部分都失败了这种整合很难成功。至于后面这个 CEO 收购完了以后就被退休这件事儿呢，这个是很常见的特别是一些投资部门、并购部门，还有这个公司的 CEO，在进行这种超大额交易之后呢，都会选择退休为什么？这个心虚或者是在交易的过程中呢，还是有人满意或者不满意了。好，我们来看看这边这个，这儿寄生虫的问题这个看过了天朝吃东西如果较真儿，就没有什么不闹心的，吃吧吃吧，中国最安全。这个没办法。其实你不光是中国，很多国家的食品也就那么回事你比如说你到台湾，你试试我在台湾吃夜市，从夜市这头没走到那头，就直接跑回去上厕所了。但是日本确实挺好的我在日本吃生鱼，吃各种东西，从来没有任何的不适感那个很干净。
啊，明太鱼就是做成丝儿那种啊，通红通红的，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我搞不太清这种鱼是哪种鱼。严格人说美国人也吃淡水鱼，例如猫鱼啊，但是只吃人工养殖的，那种食物啊，这样食物有控制啊，不长寄生虫，好吧。吃鱿鱼是真猛事，这个是来越南生鱼片管够啊！你在越南吗？啊，我们有一位没有这个什么的啊，没有小扳手的会员。越南我还没去过啊，这个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啊。这个我现在还在找谁愿意给我出这个越南差旅费呢？麻薯里边带馅儿，反正我这儿是不带的啊，我没吃过带馅儿的麻薯。会员制仓储超市，我最早知道的是麦德龙啊，麦德龙好像北京不多，石家庄有麦德龙，又不是所有人都消费降级了，中产阶级的体量还是巨大的。我们5线小县城也有很多山姆的忠实用户啊，这个没想到啊。日本麻薯不包馅的，台湾麻薯有馅。这个山姆卖的麻薯很多有馅哎，我在山姆，我不知道美国的山姆啊，反正我在国内的山姆从来没见过有馅儿的。对，给发了，给发了。越南养殖大量的巴沙鱼啊，巴沙鱼其实也是一种鲶鱼，应该是一种，反正叫跟鲶鱼是同属吧，它毕竟是另外一个地儿产的。看这星星啊，跟你是同期的，好吧？对，这个星星的颜色是按这个续费的月数算的，但是没有商誉，这是什么？可是军工这里确实会被卡脖子。哎，这种事儿呢，就是你不惦记去坑人家，人家凭什么卡你啊？对吧？就跟前面这个 TikTok 的人跑到美国法院去说，哎，你们哪个报社被德国人控制了？然后美国法官冲他乐，说德国是我们盟友，没关系，对吧？他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你非要跟人对着干，然后说啊，你怎么可以卡我脖子？这个就属于是只许你干初一，不许人家干15啊。物业是个闷声发大财的部门，对，物业可挣钱了。物业公司是现金奶牛，还能做流水质押，怎么可能穷？是的，物业这公司可挣钱了。办了山姆民生银行联名卡，本身是卓越会员啊，这样可以返2%加2%啊，还有这样的，上个月返了140啊，你肯定花的不够多啊，还努力啊。卡脖子，没人说要卖给你军工产品吧？是的。为什么业主要换物业？物业公司会抄家伙，光每月固定收益就能搞得非常多的额外收入。是的，这个物业公司是非常狠的啊！呀，感谢打赏。这个小白手已经发了啊，小白手已经发了。楼上的老板大气，是的。传音这个公司有什么故事可讲吗？啊，这个，呃，传音呢，真的跟他们打交道少啊，不是太了解他们，因为人家主要是在非洲买。AIPC 重点是实时监控本地的数据和矢量化，预生成相当于用户画像使用场景的 prompt，传给云端进行处理。这个事儿呢，还是要看，就是到底哪些在本地处理，到底哪些在云端处理。今天听说深印新加坡产研部门全裁了，这个赔 N+1啊，这个还真没听说呢。台北那个夜市，看着就和漳州一个卫生水平，我觉得从外边看还挺干净，但是吃的真不行啊。矢量化是这个词高大上啊，不过这东东真的是矢量吗？符合平行四边形加法吗？这个东西是这样啊。之所以叫矢量化的原因呢，是，
它把每一段信息转换成一个应该是2048维度的一个点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的一个点，然后呢，靠这些点在2048维空间中的这种远近关系来去判断这些信息之间的相关性所以呢，大家管它叫矢量化。这个越南男人天堂，哎，这个像我这岁数应该已经玩不动了。军工跟老百姓有啥关系？反正我只关心消费品。哎，这个就无所谓了。有馅儿的好像一般是蒸麻薯，上海山姆卖的是烘烤麻薯没馅儿。在国内的山姆，反正我没见过有馅儿的，我好像也没吃过蒸麻薯。最新政策这个鼓励企业回购，这个我再思考一下礼拜五来讲这个故事。BTK 坐垫怎么样这个反正还坐着呢，现在屁股底下就是这个。至于怎么样，反正怎么说呢，我只能说我坐着呢，对吧？然后我也不鼓励大家去买然后你们如果需要就去买一个，反正也不贵。好，我们继续。任天堂起诉幻兽帕鲁。鉴抄党其实恰恰说明人们普遍没有版权意识了。过去公认是抄袭可耻，现在一谈抄袭分为两派，而且据我观察，拥护的更多，认为不该抄的越来越少。所以未来肯定是你抄我，我抄他。怎么说呢？我本人还是反对抄袭的，但是尊重大部分意见。反正游戏这种东西就是用来放松的，但对于道德来说，普遍的抄袭应该不是什么好事儿这个当然也可以说成借鉴这种事情很难判定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一条呢？其实他依然把这个抄袭这件事情用一个道德的标准来判断如果是这样做的话，社会就不可能有创新。你到现在为止。咱们比如说近10年的所有发明，你来给我讲一个不借鉴，然后这个全世界的不借鉴，不这个有前人基础，然后也没有类似案例，然后纯创新的东西，其实是没有的，对吧？或者说很少很少，只是说大家在过去的基础上做了多大规模的创新，然后在创新的过程中、借鉴的过程中，我是不是遵守了原来的规则？我们在有规则的情况下进行借鉴，然后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收益，这个才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你甭管说我破坏规则随便乱抄，还是说我们这个过度遵守规则什么都不抄，对吧？这两种方式都是破坏创新的应该是在规则范围内去借鉴、抄袭和使用。好，我们继续。这个合理的借鉴抄袭无可厚非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帕鲁明摆着是蹭 IP 流量，社长嘴巴还那么臭又故意跟任天堂对头索尼合作，要扩产游戏以外的业务，我就觉得百般可耻了。而且这可是帕鲁社长自己说的，说自己能抄就抄，绝对不原创。除非万不得已才自己开发，这就完完全全没有科技发展有贡献的精神了吧？然后还强调自己是从任天堂那里学来的，然后出了事儿才在那里这个请我们只是小公司但为了全人类独立制作团队的精神，我们会坚持到底。本来只觉得帕鲁好玩，也没什么不特别站边这个美术跟一些设定刻意搞那么相似，被告真的不意外，但是这嘴脸真的是越看越让人恶心。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我们不要用道德的方式去评判商业商业的事情还是交给法律就好。就跟这个罗翔讲的时候，法律是社会的底线但是呢，商业我们遵守底线就可以了。
所有商业的人说，哎，我有道德啊，我道德可高尚了，你要小心了，他肯定惦记骗更多的钱。啊，老范对借鉴党的评论老范对建超党的评论有点典型滑坡加稻草人逻辑，突然就滑坡到你如果对一项事物都要求如果对每一项事物都要求原创的话，不可以借鉴任何其他发明，那这个社会就不用再发展了。真有人对每一项不可以吗？这里竖了一个明显荒谬的极端的稻草人然后再滑坡到社会发展这么重大的题材，仿照作文一下老范家的小范热衷于与建超党的模糊概念，令人担忧。如果对每一项事物都不要求原创性，不尊重任何的知识产权，你看咱们又转回来了叫任何的知识产权都不尊重。我们要求的是在借鉴的过程中遵守法律和规则，对吧？然后这位朋友啪一翻个你不尊重任何知识产权，然后轻描淡写什么什么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每一个人呢自己心里有一杆秤然后呢，这个我建议大家呢还是去想一想这个西方是通过论文的引用数来去评价论文重要性的按照你刚才讲的这个，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论文都锁起来，谁都别看你只要敢说我看了别人的论文，你就别做了这个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一直建议的说，我们应该在规则的范围内去借鉴去相互的学习，然后一起来提升这个人写的很长后边就不念了这个好，我们看看这边我看了一些分析，短期效果强劲中长期可能还是要看基本面。对，大 A 我在今年春节的时候其实已经录过节目讲了我已经把所有跟 A 股相关的基金什么都出清了以后再不进了。今天 PS5 才宣布帕鲁上 PS5，帕鲁这种游戏为什么要上 PS5 呢？还是要有明确的游戏规则，并且一视同仁。对的，就是很多建超党呢，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双标，对吧？自己也不懂，然后呢上来双标，然后呢给人扣帽子，说你这个一切的规则你都不遵守了。咱们一直讲的就是在规则内做事情，对吧？物业要看项目的那些郊区的很多项目收缴费的这个收缴率只有50%，物业真的不靠收钱来挣钱这个我成天坐着不腰疼很多腰疼是因为腰腹肌肉不够强。哎呀，这个就没办法了。锻炼这件事儿，反正慢慢来吧。看乔布斯传，乔布斯提出 iPhone 圆角设计，设计师说没有圆角的设计，然后这个乔布斯拉着他开车出去，指着路牌说，就那个。按原创警察的逻辑说，乔布斯大大的抄袭了。这个事儿，这个有些人呢，他其实核心是双标，双标的就是中国人他就是抄袭外国人就是原创，然后乔布斯就是原创然后长得像苹果的都是抄袭。这个其实这就是我们这个鉴别这种建超党的最简单方式这个楼市见底了这个事儿，我觉得经济不是那么好判断的，我们稳中向好稳中向好因为它被收购了什么意思？就这个直角故事就能说抄袭，路牌直角并没有啥知识产权了。嗨，我记得我在刚开始做知识产权、做专利申请的时候，有一个典型案例就是苹果。苹果呢，当时在国内申请的一个专利就是这个，只有一块屏幕，只有一个按键的这种智能手机去申请这个外观专利。然后后来专利局没给他过，说如果你要是这过了以后，别人就不用做手机了，对吧？但是这个专利好像在美国是过了的，这个反正也很有意思
美国降息，国内股票能起飞啊！现在反正飞了2天了，因为楼市好起来，经济是会好啊。这个我其实并不认为楼市好起来，经济会变好了。好，我们继续。BP 机爆炸之后，禁用 iPhone 手机这一期啊，有人说了啊，昨天刚刚删除朋友圈发这种傻帖的好友啊，拖智商后腿啊，这个强烈支持啊。如果你发现你的这个圈子里头有人发这种说大家一起去抵制苹果手机啊，就直接把它删掉就好了啊。再往后说，这不是和拜登政府签令解决中国制造起重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问题一样可笑吗？这个是不一样的啊，并不是说中国起重机就真的威胁到美国安全了啊，也不是说苹果就真的威胁到中国安全了。那不一样在哪儿呢？不一样在于拜登老老实实的签了一份法令，这个法令师出有名，哪怕这个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啊，但是呢，他也是说我们考虑到这个原因，我写了一个法令，大家遵照这个法律。然后呢，你如果不满意，你可以来告我，对吧？咱们来再去拉扯一下啊，再去稍微的掰扯掰扯，就跟 TikTok 似的，我也要把你干掉啊。然后 TikTok 说我不服啊，我告你啊，告美国政府，这没毛病。而且明文就摆在那摆着了啊，这个是美国的做法，而中国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我没说不行啊，我也没下过文件不行啊，对吧？整了一堆潜规则，你告你都没地告去，你说我到底告谁啊？我们没有要求啊，这个他们自己理解的啊，这个你慢慢去跟下边人打官司，我去抹一把稀泥就完事儿了，对吧？然后就跟这个叫什么毛宁去讲的这个话一样啊，说我们支持美国企业在中国公平竞争啊，但是我也听说了啊，iPhone 有这个安全问题，对吧？人家话就这么讲的啊，你作为一个国家的新闻发言人来说，你就早讲了这么个话啊，然后呢，这个我觉得我宁肯说啊，这个有什么事儿咱就摆明面上啊，签个法令，然后这个法令呢你还能改，对吧？哪怕说过一段时间我给它废除了，它有一个目标在这儿。但你说我一堆潜规则在这儿，对吧？我也没说不行，但只是呢，我把这个风吹下去了啊。我听说这玩意儿不安全，那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说苹果找谁说理去？没地儿说理去。你说你告谁？任何一个敢是让这个大家不要去用苹果手机的公司，我都告他吗？你告不过来，对吧？你说我就是不愿意用啊，这个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的，对吧？我们公司规定了，我们这个都只要是用苹果手机，我们不招聘啊，谁买苹果手机开除谁，这有什么问题吗？这没问题，不违反劳动法呀，对吧？所以苹果在中国就属于哑巴亏，你都没地儿弄去。而中国这个起重机公司，你是可以告美国政府的。然后过2天中美之间关系好了，哎，我们把法令取消了，接着买没毛病，对吧？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当然担忧的问题，甭管是中国担忧苹果手机爆炸，还是美国担忧这个中国起重机对美国国家安全有威胁这件事儿，这2件事，这个担忧都是杞人忧天啊，比较可笑。但是执行的方法是高低有别啊。再往后，当初三星就是这么搞的，后来在中国彻底死了，现在又想在苹果上故技重施啊。这个三星呢还不一样，三星呢是真炸了啊，而且炸完了以后呢，这个还不给中国换啊，当时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三星的理由是中国生产的批次或者在中国销售的批次呢，跟这个爆炸的批次不一样啊。但这件事儿，反正你中国人肯定不信嘛啊。那最后就大家把这个事儿搞得很乱啊，或者搞得很，应该怎么讲？应该就是搞得非常的觉得丢面子了啊。这个中国人是不能丢面子的，所以这事儿就拉倒了。说听了老范的分析，好想到易贝上去买一个 BB 机炸弹收藏一下，可能成本可能几千刀啊，这个收购价格可能才几十啊，性价比真高啊。就是不知道怎么托人带回欧洲，当然肯定也不能保存在家里了。这个我觉得这样危险的想法还是不要有啊。而且这样的设备呢，可能压根就没有办法通过海关，也没有办法通过安检，对吧？这个特别是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我估计你都没有办法把它带进去。所以呢，这个就别想了。再往后啊，说不是20克啊，就是1点几克的 PETN 炸药，这个利用电池短路引爆啊，这个
有人说是1克多，有人说2克多啊，这个但是它是这样，就是它那个电池是20克，应该是这样。然后，这个至于到底有多少爆炸物这个事情呢，现在也没有一些权威的机构来去拆解这个设备啊。就算美国人拿到了，我估计他也不会去拆这个玩意儿。再往后啊，说放心，水果说了，正常情况下不会爆炸。等到了不正常的时候，水果会自动推送一个更新包，附送逻辑炸弹一个。比方说，某航班上所有处于飞行模式的上百个水果手机，到了这个特定的经纬度啊，这个电池会同时起火爆炸啊，这个就属于这个脑子不是特别清醒的人写的啊。怎么说呢？为什么苹果会说正常情况下不会爆炸？啊，原因也很简单啊，就是这个正常情况下这几个字儿啊，是律师加的啊。像我们以前写各种协议、写合同、写各种的这种跟法律有关的文件的时候，都需要到律师那儿去审核，就不是说律师起草。比如我们的合同都是我自己写，啊，不是律师写。我会有一个基准的模板合同，我会每过一段时间跟律师去对这个东西，然后呢，对完了以后呢，每一次去跟人签合同，我就拿着这个模板合同写，写完了以后呢，律师审核，然后在律师审核的时候呢，就经常会加上这种东西。正常情况下，那么什么叫正常情况下？就是以后如果这个苹果手机真的在某些情况爆炸了，你不能说我给你保证过绝对不炸，然后以此为要求起诉我，让我赔钱，这个事儿是不行的。就是律师经常干的活就是把一些极小概率发生的事情，通过这个文字游戏的方式把它规避掉啊。这种话就是你跟律师打交道多了以后，你看这个话你就熟悉了啊。再往后啊，说如果中美开战了，苹果手机变砖的大概率事件吧。这个事儿呢，我并不这么想了，因为苹果在中国开始销售以后，它的所有的一些系统应该都是在中国可以进行监控的，并不会直接干这个事情。其实，第一个，我并不觉得中美两国有这个开战的可能性了，这个算是个人的意愿吧，愿天下和平。第二个呢，就是，就算开战了，就跟这个芬达的故事一样啊，就是可口可乐德国分公司，会把这一部分业务保留下去，接着往前玩玩一段时间以后，等这个告一段落，再决定向哪边走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性会更大一些。这个是今天网上的所有评论。我看看这边还有什么。美国也经常改法律，这对啊，法律需要改就改呗，这有什么问题吗？三星出事儿的是 Note 4吧？我想不起来了，反正好多年了，应该不是 Note 7吧？应该是 Note，我觉得应该是更早一点的版本啊。我觉得 Note 4，我是有 Note 2的，我是有三星 Note 1、Note 2，然后 Note 4我应该没买过，后来好像就不怎么买三星的这些机器了。我今天才看到一个老视频，一个香港的媒体人，本来受邀参加内地的节目，突然被取消了，问什么原因，说上头突然说节目不能有港台腔，可是他本来就是香港人，港台腔是他本来就有的，但是电视台说没办法，感谢领导我们才能享受到字正腔圆的电视节目，虽然已经几年没看了，好吧，这个这就属于又被歧视了，对吧？卡关好吧，这是有人在这个什么吗？有人在这个打黑神话吗？我记得库克前段时间刚来的上海，这是要再来一次吗？哎，这个来不来其实关系没那么大了。香港人不能有港台腔，是的，他们一定要说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我觉得香港人以后是慢慢的会说成字正腔圆的普通话的。美苏打不起来，中美更打不起来。是的，中美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经济依存度其实是非常高的。就是中国离开美国呢会很麻烦美国离开中国呢也会很麻烦。咱们呢就不要去比较说谁更麻烦这个事情，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如果香港人正能量，那么港台腔没有问题。你像霍启刚还是天津市人大代表呢，不是，他是政协委员。
对吧？好像是不是政协主席我忘了啊，这个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是天津的，好像是说这个霍元甲他们家是天津的还是哪儿的啊？这个就搞不清了。反正他是天津的政协，他妥妥的这个什么，妥妥的这个港台腔，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但是人家根正苗红啊。想想咱们手里的大量天量美债，谁也不想它变成一堆废纸。哎呀，这个不会变废纸的，你真的这个什么你就卖呗。这个霍元甲跟他们家是不是有关系？我想不起来了。我怎么记得原来是说是这个原因呢？我去看一下啊，霍元甲。让我去问一下我的豆包。这个我现在豆包是我的日常的 AI。哦，没关系啊，这个搞错了啊，这个是刚才胡说八道了啊。他们虽然都姓霍，但是这个霍启刚是香港霍氏啊，霍英东的下面的孩子啊。然后呢，他应该是霍英东的孙子，跟霍元甲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啊。刊物一下，刊物一下，这个人家统战对象啊，跟咱们一个屁民一样嘛。是的，字正腔圆港台腔。看把张家辉逼的，大家好，其实张渣辉，好吧。咱们手中并没有美债，有点美元就不错了。美债都在国家手里，国家现在其实也不敢抛了，安全高于经济，打不打主要看老美怎么想自己的安全啊。老美怎么想其实不重要，因为老美的整个的动作还是比较缓慢的。以前袁腾飞说过袁世凯宗亲会找过他啊，这个还没听说过这故事。是兄弟就来砍我，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美元还是美债，本质其实都是债务啊。不，这个不一样，就是我们讲的是，这个中国政府是买了大量美债的，美债并不记名，如果废了，还可以赶紧黑市卖掉。这个，我觉得国家持有的美债如果进行大量抛售的话，美国人也受不了。啊，就是像中国，中国现在大概是全世界第几大美债的这种持有国？原来好像最高的时候到过第一，现在呢，因为是这几年其实经济不好的时候就一直在卖嘛，这个卖到现在可能是世界第三还是第几？好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我们下周三继续读评。我看看有多少人，200多人啊，挺好。结束直播。